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先前曾经介绍过《致富强心脏》这本书，作者吴绍刚分享了他如何在赛局中锻炼出超强的制胜心法。而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位职业扑克玩家的致富思维，说明如何跳脱我没钱的困局，避免做金钱的囚徒。节俭是一种美德，但是用时间跟健康来省钱，小心掉入贫穷的陷阱。从小我们就被教育成能省则省，买东西要货比三家不吃亏，还要懂得杀价，能省多少算多少。出国旅行前也是比较机票，比较行程，比较旅行社。5天的日本行，往往可以花上1个月的时间上网爬文找优惠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真的有省到吗？现在很多人出国会选择 Airbnb 的民宿，因为是日租公寓，相对于饭店可以选择的价格空间大很多。但是其中有许多隐藏成本，分析比较的时候要纳入考量。第一， Airbnb 的地雷很多，很多房子的规划管理、卫生条件都远不如广告中所说的，所以必须很仔细的研读先前房客所留下的评价，来判断这个房子好不好。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时间成本。第二，很多情况是到了当地还要跟房东拿钥匙，而有些地方非常的不好找，还有更多的是临时联络不到的人，这些都是额外的时间成本。第三，还有一些问题是照片上看不到的，例如房间里有严重的霉味，窗帘遮光效果不好等等，很多不定时的炸弹，到了现场后需要去协调处理，弄得身心俱疲的，这些都是额外的成本。反之，入住饭店只要 check in， 一切就搞定了，就算有问题也有人效劳。当你把时间都用来省钱，哪有时间赚钱或做其他的事呢？所以应该要把时间跟脑力用来做更有产值或效益的事。这期间最关键的就是思维的转换。面对商品时的思考，要从价格转换到价值。便宜的东西随便买都差不了多少，但是如果没有相对应的价值，再便宜也不要考虑。反之，有价值的东西，哪怕价格再高，只要它有相符的内涵，在能力范围内就可以积极买进。很多家庭从来不清洗冷气机，不除尘螨，墙壁满满是地癌，也舍不得花钱处理。要知道这些霉菌有极高的致癌风险，长期处在这样的空间很容易得癌症。想想到底是治疗癌症的医药费贵，还是每年的清洁费高呢？有些人冰箱满满是过期的食物舍不得丢，勉强吃了也是会增加身体负担的。省钱的方法是不要一次买过量。大卖场的东西虽然较便宜，但如果无法规划好真正需要的数量，考量搬运保存的成本，以及吃不完时的耗损，是否真的划算呢？时间、健康都是比钱更重要的资产，而且它是限量的，用掉了就没了，再多的钱都追不回来了。节省确实是一种美德，但是单靠省钱是无法改变你的财务结构现况的。觉得100块的便当太贵，改吃60块的；3万2的房租太贵，改租2万8的。这些都无法改变你的收入结构，你还是在一个关起来的盒子，无法跳脱出去。唯一能改变的方法就是开源。有时候该花的钱就要花，把你的精力跟时间拿来思考怎样赚钱。
财务之路才会有180度的转变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绍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留言、按赞及订阅。谢谢观赏，期待下次再见喽。